刚刚西里奶爸在他的频道发了一个新的视频，好像如获至宝一样，在那边哇兴奋的向大家献宝啊，又是什么油管内部人士向他透密了，又是什么王志安的团队叛徒向他交了底啦，什么手上有个实锤，就是可以用来指控王志安买了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西里奶爸的指控是不是有道理啊，是不是符合逻辑。首先呢，其实西里奶爸的这个推理过程相当简单，他用了一个叫做谷歌趋势的这么一个软件，然后呢，他用谷歌趋势去搜索这个王志安，然后他会发现说，如果你搜索这个油管的话，你就会发现王志安的搜索前5名当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国家伊朗。传统上应该伊朗不是华人这个聚集的地区，比如说什么像澳门啊、香港啊或者新加坡这些地方，所以他觉得这里面有古怪。为什么呢？他就开始推断，就觉得说，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是因为王志安买粉丝买流量，然后呢就会通过这个国际的这个卖家，然后去找那些伊朗的这些人去做地下的这个操盘手去操作，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奇怪的一个伊朗这么一个国家。然后呢他还发现说只有4个非常出名的中文大 V 有这种情况，包括了比如说王志安、文昭、郭文贵和翟山鹰，所以呢他就可以推断出来，就是这4个人都买了粉，然后包括王志安在内。然后他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他这个搜索的结果，4个人4个不同的颜色，然后他们怎么样都你看都很奇怪的在伊朗这个油管搜索当中处在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状态。他觉得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4个人包括王志安在内，他们都买了粉丝，而且可能是同一个买家。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奶爸他的推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隐含他没有讲出来的一些假设。假设第一就是伊朗传统上不是华人国家，不是华人地区，所以呢理论上来说不会有，就是有人会用中文来搜索，在油管上来搜索王志安，也就是意味着没有什么人会对王志安感兴趣。第二呢，因为没有什么别的这个中文油管大 V 出现在这个4个人的嫌疑人名单上面，所以呢他可以有一个假设，就是观众只会在油管上搜索他们感兴趣的这些 UP 主。 OK，第3个假设就是，之所以会出现王志安的这个油管搜索的这个流量的话呢，只有可能是王志安去拿钱买粉丝，然后这个卖家操盘才会推动这个流量出现。第4个假设就是我们假设一下，就是这个卖家收到了订单以后他会怎么做呢？首先他会可能分发给下面很多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在一个小作坊里面或者是一个大屋子里面，所有人都会在电脑上在油管里面搜索王志安，然后选择订阅，然后观看，然后呢他就可以完成了这个粉丝数量跟这个观看数量的这个 KPI， 就可以交货了，就可以完成这个订单。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推翻西里奶爸的这个论断呢？其实我们可以非常简单推翻他这个论断。首先第一点，我们其实如果来看这个在油管搜索上对于王志安的搜索的话，我们把时间放到2018年开始到现在根据西里奶爸的指控，第一个高峰期是出现在2019年这个时间段左右，然后他就可以据此推断说，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有这个王志安的这个油管频道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一定是买了粉丝了。那我觉得不太能够理解的是，其实王志安是在2022年的大概5月份，大概是在这个时间点，他才开始正式下定决心在国外发展，然后好好的做他这个油管频道。他为什么在2022年这个关键点他不买粉，反倒在2019年他刚刚创建了这个油管频道，然后丢了一堆老视频上去的时候去买这个粉呢？按道理来说，就是你应该是已经决定好了你要在国外好好发展了，然后刚刚起步的时候才特别难一点当然你如果奶爸一定要说他就是刚刚创建了油管频道，他就想买一些粉丝我觉得好 OK， 我先暂且相信你这个说法。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线延长到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这个谷歌趋势的这个数据点，从2008年的1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话，我就想问这个西里奶爸，你怎么样解释从2008年的
这个可能去到3、4月份开始就已经有这个伊朗地区的观众在油管上已经开始搜索王志安了呢？然后可能在2009年的这个时间点达到一个所有目前截止目前所有这个搜索量的巅峰，那你如何解释这件事情呢？那个时候在油管上，我们王志安他是连一个频道都还没有，他难道有什么驱动力要去买粉丝吗？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志安开始创建他的油管频道之前，这些大量的对于他的搜索的这个量是来自于卖粉丝的人吗？你如何开始解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犀利奶爸应该没办法解释这个图表，以及既然你的操作主要是在油管上进行，那请问犀利奶爸，你又可以如何解释？如果我们看这个网页搜索的这个从2008年开始的搜索的量的话，你又该如何解释从2008年开始就有对于王志安的最巨大的这个搜索量呢？同样的，这里也可以解释它是在伊朗的这个新闻搜索的这个结果当中，也是有很大量的对于王志安的一个搜索。所以刚刚给大家展示的这2个谷歌趋势，分别包括网页搜索跟新闻搜索，其实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犀利奶爸，在伊朗出现的对于王志安的搜索不仅仅体现在油管上面，你就算可以解释说，好，我找的这些人他先用谷歌搜索搜索王志安，然后再点我去油管，那你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些大量的对于王志安的一个新闻搜索。难道这些人还要无缘无故多一个步骤去找关于王志安的一些新闻来看吗？我觉得这根本不符合情理，这个不符合一个常理的一个推断是解释不了的。然后犀利奶爸另外一个论断就是只有这4个油管大 V 出现在了油管上关于中文大 V 的这个搜索名单当中。那请问李洪志李大师他根本就没有开过油管频道，他也不是一个油管的一个 UP 主，请问在伊朗地区关于李洪志的搜索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我们李大师不开油管频道，他也有动力去花钱买点粉丝吗？他买这个粉丝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连频道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犀利奶爸刚刚那个视频我看完之后感觉有点可笑了，就是没有任何的实质的证据，然后就凭几个谷歌趋势的几张图也能够做出这些推断。其实我觉得他那些推断的逻辑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我个人的推断当然借助 ChatGPT 给我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跟猜测，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当然我不是通信方面的专家，我没办法理解，但是因为考虑到这个中国和伊朗在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跟这个审查跟监控方面的一个合作，我可以有合理的猜测是这些流量这些流量要么是通过中国的网民通过 VPN 这个伊朗接口，要么就是可能根本就直接是伊朗的这个用户怎么样，具体我也解释不来，反正我觉得这是更合理的一个解释。如果您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